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Miss 英国。上期呢，我谈到了英国文法学校它的传奇跟争议啊。我在留言当中读到了不少朋友关于不同的教育理念的分享，这就让人到中年的我呢，忍不住开始思考，我是怎么长大的？我成长在中国，现在生活在英国，东方跟西方的童年有什么不同？所以这期呢，我会分享很多有趣的信息，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东西方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的误解和偏见。先聊一件自家趣事，我有家人呢生活在德国的柏林，他的大女儿呢现在正是读小学，快要升中学的年纪。有一回数学考试呢，就考了40多分，这家长呢就心急如焚，在跟老师面对面聊天的时候呢，就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这个焦虑。老师呢就安慰他说，我已经跟你的女儿呢达成协议了，她说了她会努力的，下次考试呢会进步，她会争取考到50分。提醒一下哈，满分是100分。我这个家人崩溃之际呢，老师还语重心长的补了几道，说你千万不要私下给孩子补课，说这个呢既会打乱孩子在学校上的这个学习进度，同时还会削弱他在课堂上的学习兴趣。如果真的觉得压力大的话呢，你就带着他课余时间去逛逛动物园，去逛逛公园，让孩子放松一下，快乐成长。Let it out. Let it out. 我听了这个故事以后，觉得呢，这个老师他一定是深谙华人家长望子成龙之心，才补了这个温柔一刀。其实，在英国东西方的育儿文化差异呢，也是很多华人家庭会面临的。欢迎我频道里生活在英国的人父人母们分享自己的崩溃小故事。民间的传说里面呢，东方的父母是以严格而出名，而西式的父母呢，通常是更散漫自由。他们的育儿观真的有如此的天壤地别吗？英国的父母真的都是牧羊人，由着孩子像放养的牛一样在田野里面撒欢打滚，爱怎么跑怎么跑吗？所以这期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西方的育儿方式呢都有哪些江湖门派，哪一个最适合你和你的孩子？二、有一种危言耸听的言论呢，说不管你生活在哪个国家，对孩子的教育问题已经成为父母共同的焦虑之源。真的是这样吗？三、同样是望子成龙，英国的父母呢，对比欧洲跟中国，在对孩子成长期望的目标上，又有什么相同跟不同呢？一起来聊聊。大家可能都久闻一些育儿风格的术语，比方说像中国内地今年兴起的鸡娃文化，而在西方呢，也有很多形象化、生活化的育儿黑话，比方说 Tiger Parenting 老虎爸妈、Helicopter Parenting 直升机爸妈、Slow Plow Parenting 扫雪机爸妈，以及近些年来流行起来的 Intensive Parenting 精细育儿和 Lighthouse Parenting 灯塔父母。每种风格呢，都被认为它强调了不同的育儿策略。鼎鼎有名的 Tiger Parenting 老虎爸妈呢，是因为培养出子女上哈佛的华裔教授蔡美儿在《虎妈战歌》这本书当中提到呢，而得到关注，一度被认为是非常典型的华人家庭的教育方式，严格到有一些苛刻的虎爸虎妈不惜一切代价呢培养孩子成功，期望孩子顺从，甚至不惜给孩子施压。A lazy son who does not make me proud? Peter, that son deserves no candy. 这其实是一个褒贬两重天的养育方式，尽管有所谓成功的榜样，但的确有不少在这种教育方式成长起来的孩子呢，在日常生活当中更容易觉得焦虑，而且社交能力比较差。I withdraw my question. 还有上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的 Helicopter Parenting， 父母像直升机一样呢，时刻在孩子头顶巡逻。Helicopter Homer, away! Black Hawk down! Black Hawk down! 时刻盯着他们，以保证孩子呢一旦有麻烦就能立即营救。以及 Snowplow 扫雪机父母，也被叫做割草机父母或者推土机父母，形容一些爸妈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孩子铲除可能会阻挡他成功跟幸福的障碍，不让孩子有一丁点受挫的可能。Look! 而最近1-2年呢，又流行起了 Intensive Parenting 精细育儿。这股风潮呢，从美国刮到了欧洲，刮到了亚洲。它的核心思想呢是 Nurture to go hand， 也就是培养才能出人头地。它最大的特征呢是父母要花费大量的金钱跟时间成本，参与到孩子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课外兴趣的培养上。哪怕是在家里啊，这个经济有点紧张的情况下，父母也绝对不省孩子在这方面的开销。Whoa. You come to school to help him get good grades? Isn't that why we pay public school teachers those enormous salaries? 以上这些育儿方式呢，听起来很容易让人觉得困惑，好像听起来都是一心一意的为孩子嘛，新瓶装旧酒，他们有差别吗？有的。
差别在于父母的养育心态和目标上，这决定了他们跟孩子完全不同的相处模式。比方说，同样是学钢琴，那 intensive parenting 精细化育儿的父母呢，不仅会让孩子学钢琴，可能还会让孩子在课余时间呢学习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当然他一定会注重沟通，并且会参与。而扫雪机爸妈呢，在孩子一开始提出想学钢琴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就会力所能及的给孩子呢请名师买好琴。如果这个孩子抱怨说，哎呀爸爸，我不喜欢这个老师，那他一定会想办法呢给孩子再寻其他的名师，不要孩子在这个方面有任何的烦恼，助力他更快的实现愿望。直升机父母呢，一定会全程参与陪同，守在教室的外面，严盯每一个细节，确保不要出问题。而虎爸虎妈呢，他压根就不会问孩子要不要学钢琴，只有我认为你需要学，以及你必须要学好。接下来要介绍的呢，是我最喜欢也跟以上的育儿方式都完全不同的一种，叫 Lighthouse 灯塔父母。它指的是呢，在孩子乘风破浪的人生历险当中，父母呢是海岸线上的灯塔，给予孩子指引的光，注视并且相信自己的孩子有独自航行的能力。提出这个概念的儿科医生 Kenneth Kingsburg， 他认为父母呢应该在爱、保护、交流这个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找到平衡。当然我知道对于父母来说呢，这是非常难的，因为他不仅需要你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而且你还要相信你的孩子会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中呢得到公平的对待。听了这些呢，我想问了，你是哪种类型的父母，或者说你觉得哪一种更适合你和你的孩子？我觉得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跟我说，哎，这根本就不由我选择好吗？也是，很多时候养孩子这件事情呢，其实它不光是受父母跟孩子的性格影响，本质上呢，它其实是我们所处社会的产物。所以我们会突然间发现，哎，在养孩子这件事情上，好像全球的父母正在呈现一些相似的趋势。2016年，一项针对欧美11个发达国家的研究显示呢，父母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是越来越多的，从1965年的每天70分钟上涨到了2012年的每天163分钟。要判断一个社会对孩子成长的重视程度呢，一个重要的观察指标就是看爸爸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而在发达的国家当中呢，英国的爸爸陪孩子的时间算是非常高，而且增长最快的，从1965年每天不到15分钟增长到了2012年的每天2个小时以上。但是英国的妈妈们也没有偷懒哦，他们每天陪伴孩子的时间呢超过了2个半小时，仅次于丹麦。这可以理解成英国的孩子呢，他得到了父母的共同关注，也一定程度呢反映了 intensive parenting 精细育儿在英国的一个趋势。一个有趣的发现是呢，法国的爸爸们虽然陪伴孩子的时间呢也在增长，相比之下呢，比英国的爸爸呢少太多。可是法国的妈妈们陪伴孩子的时间呢却越来越少。法国也是调研的这11个国家当中唯一一个背道而驰的。这我就不禁有点好奇了，那在法国到底是谁在照顾孩子呢？是放养呢，还是托管给了祖父母？了解的朋友呢，欢迎跟我分享。这个研究还发现呢，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父母呢，他陪伴孩子的时间更长，而且受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他越能意识到陪伴孩子成长的好处。这种 intensive parenting 精细化育儿的流行呢，也相应来说证实了这些父母比较优越的社会地位，因为他才有能力拥有 work-life balance。但问题是，不同国家的父母们为什么不约而同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孩子的成长中来？是因为他们终于发现，哇哦，人类的幼崽这么可爱，还是因为父母们对孩子的前景都共同感到了焦虑呢？说白了，在这个全球化竞争激烈的时代，这种焦虑呢，正在跨过经济、文化、宗教的差异，成为全球父母的共识。这很像是一种快速扩散的群体效应，连我这个生活在西半球的人，我都能够感受到北京西城区、上海徐汇区学区房里面父母的焦虑。抬头仿佛就能看到香港中环旁贴着的这个名师辅导的海报，鼻子一嗅，对于新加坡的空气里都飘荡着不能输、输不起的这个味道，也是非常的熟悉。这种现象合理吗？《爱、金钱跟养育孩子》这本书的作者呢，曾经尝试从经济学的角度去解释我们在养育方式上的转变。由于社会的不平等和教育的高回报率，父母认为孩子不要也不能输在起跑线，变得越来越重要。这种焦虑带来的加倍投入付出，其实是父母出于对孩子的爱以及所处的世界环境的变化产生的一种自然反应和必然选择。
他的论点呢，也得到了世界价值观调查的一个侧面论证。关于收入不平等在父母如何教育孩子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调查中，我们看到来自瑞典、挪威跟芬兰这些收入程度相对来说较高的国家，父母更愿意给予孩子更多的自由，而相对来说收入平等程度略低的像美国、加拿大、土耳其，他们的父母呢则更愿意采用 intensive parenting 这种权威式的育儿。英国的父母表现呢比较居中，既不倾向于给孩子更多的自由呢，也没有更倾向于采用权威式的育儿方式。当然如果是跟北欧的这几个国家相比的话呢，英国算是神经绷得比较紧的那一波人。再说到望子成龙啊，不同的国家跟文化当中，这个孩子到底要长成什么样的龙，父母们的期望也是有很大差别的。一个针对不同的国家父母，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拥有哪一些品质的研究当中发现的答案呢，也是很有意思。比方说荷兰的父母呢注重3个 R， 翻译过来呢就是休息、爱干净和生活规律，而意大利的父母呢则希望自己的孩子呢脾气好、全面发展和有同理心。Hey, what the hell is all the commotion in here? 美国的父母呢则倾向于自己的孩子聪明、认知能力强，而英国的父母呢跟美国非常的相似。 TLG 慈善机构呢做过一项调查，询问英国的父母对于孩子在学校哪一方面的表现最关心。排在榜首的呢是关心孩子在学校所取得的进步，有 52%， 其次是关心呢孩子是否过得开心， 46%， 排在第3关心的呢是孩子有没有受到欺负， 45%。有意思的是呢，尽管英国的父母们关心孩子在学校取得的进步，但他们好像不怎么关心功课，只有 11% 的人将功课呢视为关心的选项。说到功课，我就想分享一件触动我的小事。之前呢我在上海生活跟工作，有段时间我们的团队呢在紧锣密鼓的筹备一个项目，所以有一天早上我就在我们部门的茶水间贴了一个倒计时的表，上面就写着距离这个项目开动还有多少天，然后呢我在关键的日期上也标注上了我们必须要达成的目标。然后我有一个同事呢就看到了，然后他就哭了。原因呢是因为这段时间他读中学的女儿正在准备期末考试，所以每一天要陪着女儿做功课到深夜的他，也在家里面贴了一个考试倒计时表。结果第二天早上来到公司以后，看到自己的工作上又出现了一个倒计时表，他就瞬间崩溃了。我在那个时刻其实对于他所承受的压力是感同身受的，我也同情小孩在这么小的年纪啊就要在这样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长大，因为我自己本身呢就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成长的。勤奋努力是我父母从小对我灌输的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尽管我越成长，我越意识到勤奋真的不是探寻自我价值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但是我不能假装释然的说，你做父母的你心态要好，考试成绩没有孩子轻松快乐重要。我觉得这个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从个体看到大的数据，我们前面提到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这个研究当中发现，被访问的中国父母当中，高达 90% 以上的比例呢更愿意称赞自己的孩子勤奋。土耳其跟俄罗斯呢也有相似之处。我们其实可以在图中呢看到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就是收入平等程度越低的国家，他的父母更注重孩子是否勤奋；而在瑞典、挪威这种高福利、收入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父母更注重表扬的是孩子的想象力。所以在收入平等还有待提升的环境里面，孩子只有在同龄人当中争得上游，才有可能在未来过得更舒服，是父母再自然不过的心态。只是很可惜啊，在这样的角逐里面，孩子本身的个性跟想象力，他会不可避免的受到伤害。我当然不会以这个个例来简单粗暴的概括，这就是中英或者是中欧父母在养育孩子上心态的不同。在我个人管中窥豹的视角里，和大家分享这些内容的时候呢，我也很想问问我自己，或者是观看我频道的朋友，为什么我们要让孩子和我们自己遭受这样的折磨，值得吗？即使教育本身的目的呢，是为了提供一个更公平的环境，让我们能够各展身手，发挥自己的长处跟潜质，但我们也清楚肯定的明白，我们并不是生来平等的。你怎么看？我在留言区洗耳恭听你的想法。好了，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记得点赞、分享、订阅我的频道，支持我做更好的节目。更多有趣有料的英国文化生活话题，迷思英国，我们下期见，拜拜。